叶晨当然知道李亚林的行事风格，只要他重新苏醒，只要他还保留之前的记忆，他就一定会拼尽全力把之前发生的事情调查清楚。比如，究竟是谁杀了费家那个人渣变态费浩洋？又比如，究竟是谁想要将整个安家灭门？所以在叶晨看来，不妨就趁这个机会跟李亚林好好聊一聊，让他知道自己是谁，让他知道是自己杀了费浩洋，更要让他知道是自己救了他，救了整个安家。如果此人是好歹，知进退，那今后必然能为自己所用。可如果此人不识好歹，不知进退的话，就干脆抹掉他的记忆，再把他弄昏了，丢到纽约街头去。那样的话，至少也救了他一命。打定主意，他便对费可欣说道：“费小姐，你让人把冰冻罐里的液氮排掉，把李亚林放入温水中即可，剩下的事情我来解决。”好的，叶先生。费可欣虽然不知道叶晨究竟打算怎么救活李亚林，但他对叶晨有着盲目的崇拜与信任，于是便对叶晨说道：“叶先生，为了保密起见，您和苏小姐、陈先生、洪先生先去隔壁稍等片刻，我这就安排人过来给他解冻，解冻完成之后再去请您。”叶晨点了点头，自己救活李亚林的事情，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眼前这几人都绝对可信，但工作人员的可信度多少还是难以保障，费可欣的安排也算是谨小慎微。于是叶晨便与苏若离、陈泽楷以及洪武三人一同来到了隔壁的休息室，而费可欣也不假思索地找来冰冻中心的负责人，让他立刻将7号冰冻罐内的液氮全部排干净。冰冻中心负责人听到这个要求，顿时吓得面色惨白，一个劲地解释道：“费小姐，目前人体冰冻还处于一种单向通道的状态，我们能把人安全地冻起来，但不知道怎么把人安全地化冻。一旦排空液氮，恐怕会对冰冻罐里的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啊。”费可欣表情坚定地说道：“这些不用你操心，你只需要把液氮排干净，再把人放入温水之中化冻就行了。”负责人听得头晕目眩，脱口道：“费小姐，这不是从冰箱里拿块冻肉，随手放在温水里化冻这么简单啊？”费可欣淡淡道：“你只要按照吩咐去做就行了。”负责人无奈，只能答应下来。随后工作人员关停了7号罐的液氮循环装置，然后用压力设施排空了罐内所有的液氮。紧接着4名身穿防冻服的工作人员将李亚林那将近零下200度的僵硬身体从冰冻罐中取了出来。与此同时，另一批工作人员已经在专用的无菌清洗池内准备好了一池子温热的净水。李亚林被送过来的时候，就是在这里完成了身体的清理，随后被工作人员穿上专用的冰冻服，又经过2天2夜的程序降温，逐步将身体降低到零下200度的极端低温。只是这些工作人员谁也没想到，现在他们竟然要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将李亚林解冻。由于李亚林整个人就是一个零下200度的冰疙瘩，满池温水在他进入的那一刻便急速降温，工作人员赶紧打开了循环泵，让加热装置给水池内的水循环加热，以便维持40摄氏度的水温。粗暴的解冻方式很快便显现出极大的弊端。李亚林的皮肤刚开始解冻，便立刻开始渗出血水，仿佛一块刚刚解冻的牛肉，细胞内的液体都因为细胞的破裂而开始向外渗出混杂着细胞液与血液、体液的血水。负责人惊恐地捂着脸，开口道：“费小姐，这基本上已经是不可逆的损伤了。”费可欣也看得心惊，
但却还是镇定地说道：“行了，这里没有你们的事了，都离开吧。”众人你看我，我看你，最终还是负责人起了带头作用。他把心一横，开口道：“费小姐，那我们就先出去了。您有任何需求，及时联系我们。”费可欣点了点头，看着工作人员一个个都离开了现场。他正打算去叫叶晨，却没想叶晨已经从休息室内走了出来。费可欣看着泡在一池血水里的李亚林，紧张不已地对叶晨说道：“叶先生，李亚林的情况可能有点不太乐观。”叶晨淡淡道：“不用管，只要他的大脑没问题就行。”叶晨之所以如此粗暴的要求直接用温水解冻李亚林，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重塑丹的无差别修复能力。对重塑丹来说，人体所有器官和组织，它只有大脑以及大脑中的记忆无法修复，其他的都不在话下。而李亚林的大脑一直有叶晨的灵气保护，所以即便他在解冻过程中细胞以及身体出现严重损伤，也根本无关痛痒。毕竟他的身体早就已经被打成了筛子，就算再多些伤害也不要紧，待会就直接交给重塑丹来一并解决。若不是担心让整个冰冻中心都弥漫着炖肉的味道，叶晨恨不得让人用100度的开水加速给他解冻，不像现在这样还要耐着性子一点点地等他解冻。约莫1个小时之后，持续循环的温水终于让李亚林僵硬的身体开始逐渐升温。费可欣此时想起什么，连忙说道：“叶先生，李亚林体内的血液在冰冻前都排空了，全部换成了低温保护液，这个不会有什么影响吧？区部需要提前准备适配的血浆。”“不用。”叶晨仿佛江湖骗子一般，大大咧咧地摆手说道：“这些都是小事儿，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说着，他迈步来到李亚林的面前，打开水池的排水开关，将水池内的温水全部排尽，随后便从口袋里掏出一颗重塑丹。叶晨忍不住将重塑丹放在手中端详片刻，心中感叹：“我是做梦也想不到，我迄今为止炼制出的最珍贵的丹药，第一个救活的竟然是这个一直在调查我，想把我抓住的美国警察。要不是看在你是因安家而死，我是真的不想把这么珍贵的丹药浪费在你的身上，只当是帮我外公外婆一家还你一份人情吧。”想到这里，叶晨叹了口气，捏开李亚林的嘴巴，将那颗金色的重塑丹放入了他的口中。